师母真辛苦，肚子这么大都不怎么打扮了，还是陆绿藤人，怕您累着。难怪他要省钱，难怪连1000块的无痛都要跟我算计。原来他在给另一个女人和孩子筑巢。那1200万里，有我这3年上交的工资，有我省下的菜钱，甚至有我 AA 无痛针的钱。用我的钱装他的好人，养他的情人。陆明，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会反抗？签字，按手印，无痛针1000块，你自己出。陆明，我真的快疼死了，你不要和我开玩笑。快点签，就算你在手术台上没了，我给你买了保险，也不会亏。拿笔。快点，麻醉师在等。林雨，你要是早点答应 AA 制，何必受这一遭罪？签字，手别抖。行了吧？医生，可以打了。记住，要在清单上注明，这是产妇强烈要求的自费项目。陆明，刚才签字的时候，你想过万一我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吗？别说这种晦气话，就算出意外，我也给你买了保险，不会亏。那孩子呢？孩子是共同财产，我会尽抚养义务，但它导致你身体产生的trợ教费，得算在你头上。以前那个爱陆明爱到失去自我的林雨，死了。刚才用的止血纱布为什么不在清单上？协议上写的很清楚，除基本医疗外，额外耗材由乙方，也就是我妻子承担。这止血纱布是医生为了止血快用的进口纱布，不属于医保范围，应该单独列出来。先生，产妇当时大出血，那是救命用的，你这时候算这个？救命也是消费，补个单子让他签字，不然这笔钱我拒付。拿来，姑娘，拿来我钱。一共180，微信转我就行。陆明，手机拿来。转好了吗？转好了。这180，就当我买断我们之间剩下的情分。那个畜生！我闺女在里面拼命，她在外面算账，那是1000块钱的事儿吗？那是你的命啊！妈，话不能这么说。林雨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能力。我作为老公，已经在第一时间垫付了，这叫情分。情分？妈，别砸，杯子是医院的，砸坏了要赔10块钱。根据协议，这是因家属情绪失控导致的额外支出，得我出。你看，林雨这就很懂事，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正好妈也在，咱们把除夕那晚的账算一算。除夕夜，表弟家的孩子不是推了林雨一下吗？导致林雨提前发作，虽然最后生产了，但这属于意外事件。那孩子才5岁，懂什么？孩子不懂事，林雨你是大人了，怎么不知道躲？你这一摔，把大家都吓坏了，家宴也没吃成。姑姑刚才在群里说，孩子回去被吓得发烧了。所以呢？表弟一家通情达理，不用咱们赔精神损失费，但这笔打车费、急诊挂号费以及后续可能产生的费用，属于因你的过失导致的扩大损失。按照过错原则，你得承担80%。你还是人吗？那熊孩子从后面推的小雨，小雨当时挺着大肚子，肚子那么大了，怎么躲？你要小雨赔钱？监控我都看了，
走廊那么宽，他非要走中间。红包，我可以给。我就知道你识大体，那你现在就给姑姑转过去。不急。转账之前，你先把住院押金还我。什么？住院押金3万块，我刷的卡。根据民法典，生孩子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费用由夫妻共同承担。你既然要跟我算细账，那就按法律来。这3万你转我1万5。林雨，你现在跟我谈法条？不是我要谈，是你逼我的。除夕那天，你妈打碎我一支迪奥粉底液580，你侄子弄脏我羊毛地毯，干洗费300。你刚才吃的鳗鱼饭用的是我的美团会员红包，抵扣了8块钱。陆大律师，把这些也算一算，再来跟我谈给熊孩子发红包的事儿。你疯了？妈还在这儿，你丢不丢人？丢人？你让我签无痛协议的时候觉得丢人吗？还是说你那年薪200万的体面，全是靠压榨老婆省出来的？我是为了这个家，我在外面打拼，把钱都投资理财了，为了以后换大房子，为了孩子上国际学校。行，理财是吧？那把理财账户打开我看一眼，正好我妈在，让她也安安心。账户要向合规部申请才能查。既然你这么不可理喻，我先回律所了，还有一个案子要开庭。孩子你和妈看着，没事别给我打电话，我很忙。小雨，这日子还能过吗？过不了。那咱离，孩子我给你带。离是一定要离的，但不是现在。现在身无分文，还在坐月子。陆明是个精明的律师，如果现在提离婚，他能让我净身出户，甚至背上一身债。这3年他转走我所有的工资，加上婚前积蓄，起码100多万，这笔账必须算清楚。喂，你能不能把家那台旧笔记本带过来？我在医院太无聊了，想看剧。让我专门跑一趟就为了送电脑？反正你下班顺路嘛，月子里什么都干不了，孩子又一直睡，我真的闷得慌。行了行了，晚上给你带过去。给你，别看太久，对眼睛不好。密码还是你生日吧？废话，我又没改过。对了，这周别忘了把信用卡账单还了，我这边理财到期还早，手头紧。师母真辛苦，肚子这么大都不怎么打扮了，还是陆绿藤人，怕您累着。难怪他要省钱，难怪连1000块的无痛都要跟我算计。原来他在给另一个女人和孩子筑巢。那1200万里，有我这3年上交的工资，有我省下的菜钱，甚至有我 AA 无痛针的钱。用我的钱装他的好人，养他的情人。陆明，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会反抗？爸爸回来了，叫爸爸。真吵。这是什么意思？正好你在，把这个签了。我想了想，之前的理财风险太大，为了给女儿留个保障，把咱俩资产做个切割。我收入虽高，但职业风险也大，万一她利索赔了，不想连累你们娘俩。而且这份协议是你补偿上次摔倒给家族造成困扰的表态。如果你不签，如果不签怎么样？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的手段你知道，如果你坚持离婚分财产，我有办法让你1分钱拿不到，连孩子抚养权都得不到。我现在手里握着他和赵思思的购房合同，他在案子里动用了客户托管资金付首付，这不仅仅是离婚官司，这是牢狱之灾。行，为了表示诚意，我也加个条款。什么？既然是分割，我的债务得明确，这3万生孩子的钱写进去作为我个人债务，以后不能赖你头上，对吧？当然，写，必须写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消费。陆明，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希望你别很快后悔。这一刻没多给我买1包尿不湿。游戏才刚刚开始。原来人心变冷是有7度可循的。妈，帮我看着他，不管谁来敲门都别开。你要干什么去？不去哪儿，就在家，就在家。从现在开始，我不是那个连买菜都要问他意见的林雨，
我是一个猎人，而猎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清猎物的底牌。现在我读懂了，那不是一个实习生对师母的礼貌，那是胜券在握者在审视落败者。那天你跟我说去法院开庭，我信了。我大着肚子在家给你熨衬衫，你在售楼处的样板间里跟另一个女人看你们的爱巢。陆明，你连撒谎都懒得用心。痛苦是一种燃料，烧得越旺，头脑就越清醒。这个 Apple ID 是我们结婚那年注册的，他说共用方便，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监控我的工具，但他忘了这把刀是双向的。找到你了，400万首付，他年入200万，但这3年他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自己的钱全在理财里取不出来。那这400万，陆明，你给自己掘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坟。恒强集团，他的大客户，那个上市公司的并购案，他是项目负责人，而托管账户是律所代客户监管的专项资金。这笔钱不是你的，你挪用了客户的钱。光有截图还不够，我需要拿到盖了章的复印件，需要更硬的证据。猎人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而猎物还不知道，他的底牌已经被人摸得一清二楚。去年陆明说绿组要办高端酒会，硬拉着我去国金中心买的。我当时以为他终于舍得为我花钱了，后来才发现，他刷的是我的信用卡，账单是我自己还的。小雨，你穿成这样是要去见谁？见一个老朋友。林雨，你要做什么我不问了，但你要记住，孩子需要妈妈。妈，就是为了他，我才必须把这件事做完，为了让他以后不会像我一样被人踩在脚底下，还要笑着说谢谢。这个地方我太熟了，在嫁给陆明之前，我做过3年房产中介，最好的1个月，我一个人卖了4套，提成拿到手软。要不是后来被他说服放弃事业，我现在的收入未比他差。而这3年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销售顾问不是机器，他们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弱点，有可以被撬动的缝隙。女士您好，是来看房吗？需要我为您安排一位专属顾问吗？不用，我找陈经理。前台有位女士找陈经理，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你跟陈经理说，赵思思小姐的表姐来帮她处理一下合同的事儿，她知道的。陈经理，有位女士找您，说是赵小姐的表姐。您好，我是陈浩。您说您是赵小姐的表姐。思思这2天身体不太舒服，让我过来帮她跑一趟。哎呀，赵小姐身体怎么了？没什么大问题吧？女人家的事儿。那您这次来主要是想处理哪方面的合同事宜？主要是2口子闹了点别扭。2口子？小年轻嘛，感情好是真的，吵起来也是真的。这次闹得凶了点，思思脸皮薄，不好意思自己来，让我过来帮着看看合同。就是陆律师，他们俩的事儿你大概也知道一点。思思现在闹情绪，怀疑陆明在合同上做了手脚，说不放心，让我来拿一份复印件回去看看。这个合同都已经网签了，复印件应该在陆氏那边多才对啊。而且上周陆律刚来过，和赵小姐一起看的装修方案，看起来挺恩爱的，怎么突然就……男人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思思现在怀孕了，敏感得很，非要自己看看合同。你说他闹归闹，万一真因为这事动了胎气，陆明那边谁都不好交代，是不是？这样，您稍等，我帮你想想办法。不过复印件这个正常是只能给买油人本人的，我得跟领导申请一下。当然。对了，上次思思说你们服务特别好，让我带点东西谢谢你，不是什么值钱的，拿着抽。您太客气了，那您稍等10分钟，我去档案室调一下。不急，慢慢来。万一陈浩给赵思思打电话核实怎么办？万一他要求看我的证件怎么办？万一赵思思刚好就在附近，直接冲过来对证怎么办？久等了，合同的主要页面都在这里了。担保条款那一页我单独给您复印了一份清晰的，不过咱们得按流程来，您签个字，就写赵思思的名字带领就行。没问题。林雨2个字我不会签，那是我身上最深的枷锁，而这一刻我要解开的正是这道枷锁。麻烦你了。
应该的，替我向赵小姐问好。你好，徐燕律师吗？我是林雨。林雨，陆明的。对，明天下午3点，老城区梧桐巷白噪音咖啡店。到了，报我的名字。陆明，你以为自己布了一盘天衣无缝的棋，但你忘了，下棋的不止你一个人。坐，你的气色比我想象的好。刚出了月子，全靠粉底撑着。你知道我和陆明有什么过节吗？知道个大概。3年前他抢过您一个案子，还向律协举报过您，您被调查了半年。没错，那个案子我准备了整整8个月。关键证据是他收买了我当时的助理，在开庭前1天泄露了我的答辩思路。律协的调查虽然最后还了我清白，但那半年够他把我手下3个最大的客户全部撬走。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打离婚官司。林小姐，如果你只是想要抚养费或者精神损失费，我可以给你介绍别的律师，打这种小官司。不是。这不是离婚官司，这是刑事案件。我以为我这辈子已经见过足够多的人渣了。产乳期护理店12.5，一次性产帽3元，医院食堂外送服务费5元，1000元，甲方承担0元，乙方全额承担。你在产床上，他让你签这个？对，你签了？签了。他按住我的手签的，说手不要抖，指纹要清晰。那我问你，你知道这一条意味着什么吗？挪用客户资金，职务侵占，如果定罪3年以上10年以下。你还研究过刑法？一个月子里哪有力气研究刑法？但我以前做房产中介的时候，见过因为挪用客户定金被判刑的案例，基本逻辑是通的。而且这是上市公司的监管账户，如果我没猜错，这个账户的合规要求比普通托管账户更严格，资金流向一旦被查，瞒不住的。你说的对，恒强集团的托管账户走的是券商的3方监管，每一笔资金变动都有银行留痕。陆明从这个账户里挪走了200万付首付，转账记录就是铁证，截图你有了，原件我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调取，够吗？够他在牢里蹲10年。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巨大的，3年以上10年以下，100万属于数巨大。而且他侵占的是上市公司的托管资金，这意味着还可能涉及证券监管层面的处罚，到时候不只是坐牢，他的律师执照会被报销，在金融系统留下案底，这辈子都别想再碰法律服务。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陆明为什么这么急着让你签那2份协议？无痛自费协议和婚内财产分割补充协议，这2个东西放在一起看，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陆明为什么这么急着让你签那2份协议？无痛自费协议和婚内财产分割补充协议，这2个东西放在一起看，他的意图太明显了。什么意图？他在做切割，他想在你发现真相之前，把所有可能被他连累的东西，包括你这个妻子，都从身上剥离掉。这不像是一个要维持婚姻的人会做的事。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快暴露了。恒强集团的审计通常在年底，他负责的那个并购案资金流水迟早要被核查。如果他预感到自己撑不过年底的审计，那他现在的所有行为都说得通了：转移资产、切割债务、稳住你不闹事，然后在东窗事发之前跑路。他给你签的这份协议，核心条款是你放弃追溯夫妻共同财产，同时你背上所有债务。到时候他跑路了，所有债主都会来找你。他算计了我3年还不够，连最后一条生路都想堵死。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我会翻他的样盘。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做？这一步迈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他一定会死咬着你不放，用尽所有资源来反击。而且就算赢了，他破产了，坐牢了，你1分钱抚养费都拿不到。你可能还要一个人带孩子，重新从零开始。这些你都考量清楚了吗？这是什么时候拍摄的？3个月前拍摄，预估产期大概在9月。所以当初你在快生孩子的时候，他早已和赵思思相伴，孕育新生命。我不在乎他爱谁，他要爱赵思思也好，要爱王思思也罢，他要给谁买1200万的大平层是他的事，但他花的钱，首付里的每一分，都有我的血。我这3年，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被他转走，名其誓约一起理财。我买菜要记账，买衣服要先报备，连怀孕了想吃个车厘子都要看他脸色。我以为这是为了家庭，是为了存钱买房子，结果呢，我省下来的每一块钱都被他拿去住别人的巢。他要我的钱也就算了。但是在我躺在产床上大出血的时候，他为了1000块钱的无痛针让我签字画押，我的命
我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在她眼里就是一笔消费。还有除夕那天，那个熊孩子从背后把我推倒在地，喊的是让你不给我买奥特曼。我当着一屋子亲戚的面摔在瓷砖地上，羊水破了，孩子差点没了。而我的丈夫，那个本该挡在我面前的男人，非但没有给我一个交代，还让我给凶手包红包赔罪。那个爱陆明爱到失去自我的林玉，死在产房里。现在坐在这里的是一个只想要公道的人。我要的不是抚养费，那点施舍我以后会靠自己挣回来。我要拿回属于我的钱，要回我3年青春和尊严的代价。好，合作愉快，这案子我免费接，不为别的，就为了看陆明跪在地上哭的样子。我等了3年了，不过他跪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场。3年，我被陆明算计也差不多是3年。你等这一天等了3年，从结婚半年后，赵思思入职那家律所开始，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变了一个人的。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上车吧，百日宴的计划我们明天开始做。他想演戏，我就给他搭台，一场让他永世难忘的戏。这是百日宴的宾客名单，你看一下。你确定要请赵思思？他是律所的人，这种场合不到场不合适，你别多想。王总是重头戏，一定要安排在主桌，包厢要最好的，酒水不低于这个档次。这预算不太够。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给你的钱还不够，你不会自己贴一点？我养你这么久，你在家什么都不干，连这点事都办不好。我知道了，我试试看。别试，要办好。王总这条线我维护了2年，能不能拿下明年的长发续约，就看这一顿饭了。这是我整理好的百日宴流程，你照着执行就行。对了，把你的手机给我。干嘛？我让小赵给你发个宴会的背景图。你那个审美，我怕你把屏幕搞得跟菜市场似的。行了，我去律所了，晚上不用等我吃饭。我居然为了这样一个男人，贡献了3年的青春和全部积蓄。我只有一次机会。陆明反应极快，口才极好。如果我不能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证据一口气砸出来，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漏洞，然后像他在法庭上那样翻盘。坐，你发我的证据清单我看了，购房合同的担保条款是最致命的一击，录音和无痛协议辅助，逻辑链是完整的。按这个顺序走，3分钟内他会经历3个阶段：羞辱、信用崩塌、法律卷进。等他反应过来想抢话筒的时候，观众的情绪已经被你锁死了，他的任何辩解都会被当成挣扎。谢谢。徐律师，我想问你一件事，3年前陆明抢你的那个案子，那是什么案子？一个上市公司的并购案，跟现在恒强这个案子很像。客户是谁？你想问什么？我想问的是，陆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结婚半年后，赵思思入职，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转走我的工资，开始用理财的名义控制我的收入，开始把每一笔家庭开支都做成账本。你的意思是？我不确定，但你说过他收买你的助理，在开庭前一天拿到了你的答辩思路，然后他抢走了你的案子，撬走了你3个最大的客户。这件事刚好发生在赵思思入职前后，而赵思思刚好是他安插在你身边的那个助理，太巧了，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年，你被陷害，我被他控制，赵思思被他安插进你的团队，又被他救走，而他踩着我们3个女人，同时拿到了大客户和真爱。你比我想象的聪明，但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往下挖。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集中所有火力打百日宴这一仗，挪用客户资金是刑事犯罪，这是最快放倒他的路径。我明白了。至于其他的，等他人进去了，所有档案都会被翻出来，到时候你想知道什么都能查得到。那我只问最后一个问题，等这一切结束以后，你会告诉我3年前的全部真相吗？会。林雨，你刚才说你被算计了3年，我也等报复等了3年。赵思思她用了3年的时间，以为能从一个实习生的身份变成陆太太，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李柱明毁掉的不是3个女人，是3个人的人生。但他忘了，被控制的人也会有清醒的一天。不会搞砸的，我为你量身定做的这场戏，每一个环节都排练过无数遍，只等主角登场。侧门安排好了吗？ 2个便衣站位在包厢左右2个侧门，只要他不冲出大门，就逃不掉。他学过泰拳，
大学时候还拿过业余组的名次。那我再加一个人守舞台后方，绝对不能让他靠近音响设备。好。小雨，你怎么来了？孩子醒了，一直哭，大概是知道你不在。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想什么？我只是在想，女儿长大以后，如果她问我爸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该怎么回答？都准备好了？明天会有危险吗？不会，徐燕安排了人，警察也会到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还记得你爸走那年吗？记得。那年你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说：“妈，以后我会保护你。”妈，现在轮到我兑现了，我来保护你们。妈，明天过后，没有人再能欺负我们娘俩。陆明会怎么样？他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算盘打清楚的。师傅，麻烦您帮我测试一下，文件名叫《爱女百日成长记录》。没问题，很流畅。谢谢你，这个视频对我很重要，拜托了。王总正对大屏幕，这个角度，他将是全场第一个看到每一张图片的人。侧门2个保安，舞台后方1个，只要他不冲出大门，就逃不掉。小雨啊，恢复的不错嘛，看来那天摔的也不重。我就说嘛，我们家强强就是跟你闹着玩儿。谢谢表姑关心，那天确实给我上了一课。强强弟弟也来了吧？让他小心点，别乱。对了，上次陆明说你包2000块红包给孩子压几的，怎么一直没见着？该不会忘了吧？我跟你说，强强那天被吓得发烧了，我一找你报销医药费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您说的是，忘不了，今天一定给您一个交代。我带了，您拿好。这还差不多。行了，我先找座儿去。干什么你打孩子啊？你一个大人跟5岁孩子动手，你还要不要脸了？说了别乱跑，你儿子袖口上蹭的是巧克力，刚才撞翻的是花篮，你吐在地毯上的是瓜子壳。除夕那天他就是用这只手从背后推的我，推死他当时这么喊的，所以别再让我听到闹着玩这3个字。你也是，跟孩子计较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别给我丢人。王总，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真是太给面子了。陆律师，上次你那个并购方案，改天你来公司当面聊聊。一定一定，今天我女儿百日不谈工作，王总吃好喝好。他指责我丢人的时候，可从来没是一点也不觉得丢人。在原来他所有的体面都给了比他更有钱的人。嫂子啊，你今天气色不错，就是看着还是有点憔悴，带孩子确实辛苦。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女儿小16的百日宴，尤其是王总，还有赵小姐。赵思思，我们所的实习生工作很认真。这100天经历了很多事情，从产房到月子，从月子到今天站在这里，我想感谢一个人，我的丈夫陆明。他工作那么忙，还要照顾我和女儿，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视频，想跟大家。你搞什么？流程里没这个。惊喜。这是什么东西？生孩子打无痛还要签字？要跟你好好产妇个人体验。天哪，无痛针都算个人消费，还得画押。王总，这是个误会，这是怎么回事？陆律师，刚才用的止血纱布为什么不在清单上？这止血纱布是进口的，不属于医保范围，应该单独列出来。先生，产妇当时大出血，那是救命用的，你这时候算这个？救命也是消费，补个单子让他签字，不然这笔钱我拒付。陆律师，这是你的原话。王总，这是合成的，他在诬陷我。这个女人出轨在先。别急，还有呢。连我们也算计进去了。你们不是说是林玉自己摔倒的吗？这表格上写的孩子推倒，2000块红包让受害者出。不是这样的，是陆明说，是陆明让小雨出的，跟我们没关系。那张表是陆明写的，你们看这行字，由妻子全额偿还，是他写的。对，是陆明写的，我们可没要那个红包，都是他主动给的。陆明，你不是最喜欢算账吗？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你那个1200万的大平层，还有赵思思小姐肚子里的孩子，这笔账也算一算。
恒强集团托管资金账户。哇，陆明，你胆子不小啊！陆明，你怎么能？赵小姐，作为职务侵占案的共同受益者，你现在离开恐怕不太合适。你是谁？徐燕，宏轩律师所合伙人。这是相关部门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香榭丽舍 A 栋2801已被依法冻结。赵小姐，如果有什么个人物品需要取回，可以在24小时内申请，过期视为放弃。冻结？那是我的房子！根据规定，通过不正当手段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追缴或责令退赔。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就是：那房子不是你的。林雨，挪用老子的钱去养女人买房子？陆明，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别！报警，用我的手机。赵思思，你与陆明共同实施职工战，请交配合我们回去调查。你有权，你所知、你所说的都将成为呈堂证证。你是故意的，你早就知道了，你是故意的。是的，除夕那天，你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所有等待都值得。那天是我预产期，你在等什么？赵思思，等我的孩子出生，还是等我在产房里出不来？林雨，你毁了我！你以为你能全身而退？我们是夫妻，我坐牢了你也跑不了。你以为你能？陆明，这是你亲手写的条款，因男方职业活动产生的全部风险及债务由男方个人独立承担，与女方无任何法律关系。如因男方过错导致家庭财产损失，男方承诺以个人财产全额赔偿女方。白纸黑字，你的签名，你的指印。不，那是我为了防止你破产连累我。对，这正是你当时说的原话。你说你的职业风险大，不想连累我们娘俩。现在协议生效了。站住！小雨啊，你看今晚这事儿闹的都是误会，我们也不知道陆明是这种人，要是早知道，那是他的事儿。现在我们算算你们的事儿。现在我们算算你们的事儿。除夕那天，你家强强从我背后把我推倒在地，我当时怀孕38周，这一推让我提前发作大出血，差点在产房里出不来。那是意外，孩子才5岁，懂什么？你跟一个孩子计较？5岁的孩子确实不懂，但你呢？事发时你在场，你亲眼看着你儿子从我背后冲过来，亲眼看着我摔在瓷砖地上，然后你没有打120，没有扶我，甚至没有骂你儿子一句。你做的是走回饭桌前，夹了一块红烧肉。根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人造成别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医疗费2万3，误工费我产前月薪1万5，产后恢复期按6个月计算9万，护理里、营养费、后续康复费总计8万6千元整。你抢钱啊？那是意外，你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陆明让我包2000块红包给你儿子押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不讲道理？不给也可以。那位是徐燕律师，全国排得上名的替人民发声的正直律师。刚才的视频你也看见了，你纵容孩子对我推搡，事后还伙同陆明对我进行精神胁迫，企图让我反向赔偿。如果我把这份鉴定书和现场视频提交给相关部门，进去可能不至于，但是你孙子以后前途可就不好说了，到时候后悔也没有用。我们给。除夕那天你说摔一下又不会死，矫情什么？现在你不用说话了，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就是最好的。王总，这位就是林宇，所有证据都是他一个人搜集的。林小姐，恒强集团会全力配合你走完后续的相关程序。陆明挪走的钱，我们会通过相关正常途径追回。王总，他已经有我了。行，那我就不多事了。对了，林小姐，以后有需要随时来恒强找我。谢谢王总。证据链完整，人证物证口供一条都不缺。陆明这案子神仙也翻不了。赵思思呢？她是共同受益人，她可以主张不知情，但房子在她名下，她要证明自己完全没有参与很难。最后怎么着，那套房子也得吐出来。你准备了3年的案子，今天终于结了，什么感觉？说不上来，不是高兴，是松了一口气，好像一个背了很久的东西终于可以放下了。你呢？我生完孩子那天，陆明在产房门口跟护士长说，救命也是消费。今天我想跟他说一句话，但没说出口。现在想想，不说也好。
有些话不需要说出口，做了就够了。什么话？真正的消费是把他这种烂人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清除。服？走吧，后面还有一堆相关程序要跑，离婚诉讼、财产垂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你不会以为今天这场戏唱完就完了吧？当然没有，不过最难的那一关已经过了。1378642元3角，这是陆明3年里从我这里转走的全部，每一笔我都算清楚了。徐律师，我对着银行流水应声重新算了一把，数字确认了，最终追回来的大概112万，加上利息和延迟履行金，到手126万左右，少了10几万。那部分被他套现花在赵思思身上了。那套意大利进口家具，拍卖成交价只有3折。3折？我投入了全部，回收的是一堆残值。残值也是值，126万够你重新开始了。婚前偷偷留下的最后一点私房钱，2000块，3年了，他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粒被埋在冻土下的种子，等了3个冬天，终于等到春天。陆明如果知道，大概又要说浪费钱，但那是我自己的钱，每一分都是。赵思思的案子结了，刑拘37天，检察院没批捕，证据不足以证明他知情参与挪用，取保候审释放。但出来之后什么都没了，房子被拍卖，他父母凑的首付那部分退了，剩下的钱追缴干净，孩子也没保住。拘留期间精神压力过大，流产了。律所的圈子他也待不下去了。百日宴那晚的事儿，3天之内传遍了所有实习生群。他面试了10几家律所，每一家都在最后关头问同一个问题：你跟陆明是什么关系？他现在呢？没有一家敢要他，回老家了。据说在一家房产中介做前台，月薪4000。你出来！你把我儿子毁了！我们陆家养了你3年，到头来你恩将仇报，你不顾夫妻情分，你丧良心。无痛自费协议。您的儿子给我签过什么？您看清楚了吗？这不是陆家老太太吗？就是啊，昨晚去人家门口闹。林雨，你能不能给我存点钱？这里面东西很贵，牙膏、肥皂、卫生纸都要钱。以前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对，但能不能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给我存点生活费？不用多，1个月500块也行。这里面好像没有包括探视前夫并提供生活费这一项。可是我是为了这个家才……省省吧，这钱我有，每个月500块，1年6000，就算给你存10年，也就6万块。我的产后修复中心第1个月就赚回来了，哪怕是扔水里我也能听个上。但给你，我不乐意。陆明，这1000块的无痛钱，你当时没出，现在你的人生想要无痛，晚了。林雨，自由的味道。280平，3面落地窗，你这不像在开店，那像什么？像在造一座堡垒。小雨，你这店真漂亮，真气派。那个，我想办张卡，这个产后修复的，我看别人家太太都在做，你看能不能给个内部价？咱们毕竟是亲戚。不好意思，没有折扣。啊，那也行，原价就原价。你看，另外，因为你在我们的特定黑名单里，所有服务费都需要加30%的物价费。什么黑名单？我们有一个老客户特别保护计划，对于有过特定行为记录的客户，会在标准价格基础上加收情绪价值附加费，这是条款。为什么林雨？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亲戚。他们要一边帮你做腹直肌修复，一边听你讲当年那个孕妇被推倒只是闹着玩的故事。这种劳动是有成本的。根据情绪价值自理协议，这钱得你出。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请您缴费。走了。会走路了，再过几天你就能追着妈妈满屋子跑了。投影仪架好了，虽然没人看。去年除夕你在干什么？躺在产床上，大出血，
签一份1000块钱的自费协议。今年呢？今年花了5000块租了这栋别墅。以前花5000块，我会心疼的睡不着觉，脑子里反复换算，这能买多少包尿不湿，多少罐奶粉。现在我只觉得这海风吹得真舒服。林雨，你女儿把龙虾钳子抢走了。妈妈笑。好，妈妈谁都笑。妈妈好看。好看。你还恨他吗？上个月看守所那边来消息，说他托人想见我一面，我没去，不是恨，也不是原谅，是翻篇了。他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的还在继续。你知道吗？1年前你来找我的时候，坐在咖啡馆里拿了一份带血指纹的协议，我那时候以为你会哭，但你没，原来在产房里溜干了。他现在还听不懂，但等他长大了，我要教会他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名义让你签下那份属于你自己人生的自费协议。最痛的从来不是身体，是心死的那一刻，而最爽的也不是报复，是心活过来的那一刻。那些烂人烂事儿就像生孩子的痛，咬咬牙也就过了。当你把他们从生命里彻底剔除，你就会发现人生的无痛从来不是靠一针麻醉剂，而是靠一个勇敢的决定。走了，外面凉。除夕快乐，林雨，这才是真正的无痛人生。而我终于活成了自己的无价之宝。